欢迎来到频道 Daily Star News， 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涵盖以下内容：于正对赵丽颖的内心选择，而陈晓却在用她的照片做吻戏。赵丽颖背后的经纪人是谁？是什么原因让于正只看了她一眼就选择让她演《陆贞传奇》的冠军？恰巧在赵丽颖出演《锁清秋》的时候，阿以轩就找到了这位当红艺人。这么棒的保洁员怎么会出的能让名将大呼其乐融融？于正平时需要见他一面，完全爱不释手，给赵丽颖打上烙印。或许是因为他真的不相信明珠应该被收拾，被赵丽颖辞退的于正并不气愤。综上所述，他还是很欢迎赵丽颖在他的剧中照常出现的。我不能袖手旁观，还能粉碎下等人的主业，这样的艺人怎么可能继续做别人的绿叶？所以不管大家怎么反抗，陆贞的传说都是为赵丽颖量身定做的。演员阵容正式爆出之时，不少观众都觉得于正疯了，因为当时身边的赵丽颖还不是大名鼎鼎的瓜子脸，被无数人嗤之以鼻。有一种省心，几位大佬甚至说服赵丽颖去2，但固执的赵丽颖却不动声色地承认，圆脸也能成为冠军。陆贞传奇开播后，原本不抱希望的人群真的香了，评价稳居电视档位第一。陈晓和赵丽颖的甜蜜合作让人眼前一亮，但你无法想象赵丽颖从一开始就鄙视陈晓的程度。陈晓万万没想到，被视为甜美天人的于正，有朝一日会被赵丽颖嫌弃。赵丽颖答应演《陆贞传奇》后，于正心中的那块大石头总算是掉到了地上。综合考虑，赵丽颖心里有数，初级陆诊，上于正麻烦的决定。剧中高湛的性格格外克制，万一演技不够，展览怎么看都不像一个君子，而在媒体上大放异彩的小贤，演技还是不错的。而只是一对筛选出与外貌不符的选手后，高湛差点把陈晓的名字编出来，而且陈晓当时还跟于正的工作室签了一个约定，面对首领的招呼，陈晓竟然可以高湛主宰，但这让赵丽颖觉得格外的屈辱，因为两人在城堡锁点簿上主动合作。对比和赵丽颖对片场动态环境的责任感，陈晓可谓是犹豫不决。整个节目都是在台词之外拍摄的。有人可能会说，文字就像金子，一想到要和一个筋疲力尽的葫芦一起工作，赵丽颖的心就难受极了。好在陈晓的安静并没有和赵丽颖对峙。为了在剧中拍出像样的吻戏，陈晓还利用赵丽颖的照片进行了巧妙的排练，两人从戏里到场外都是甜蜜的。不过其实首领最好的投射并不是陈晓，而是老老实实骗他的萧煌。首领在拍摄《陆贞传奇》的时候，只需要找人演坏人，但他并不希望直接迎接高手。他的眼神和笑容令人愉悦，让人无法移开视线。万一那个勇敢的女人不是赵丽颖，我很担心整部剧的主角都会在她身上。但一开始杨蓉对这份工作却是极不感兴趣。宫锁珠帘中的西厢是个正经人，因此新剧再次扮演反派角色。杨蓉不仅强调观众会对她有内在的印象，而且还担心她会把两个角色当成相似的东西，所以她拒绝了。受到《陆贞传奇》的欢迎，不管怎样，首领特立独行，花样繁多，只需要欢迎他，并表示和他在一起，戏就是成就的一部分。为此，杨蓉逃不掉的。更多为展览，感觉和西厢不太一样，杨蓉也去找雪姨请教，雪姨只是跟他说了一句话：眼见人很有趣，所以让他放弃了这份工作。这就是卢的受孕方式。被珍惜的萧君并在《甄嬛传》中深恶痛绝。不管是赵丽颖饰演的难缠的陆贞，还是陈晓饰演的少年传奇高展，甚至剧中的每一个配角、每一个角色，或许典范的剧集都能成为艺术品，其中充满了淋漓。不管过去多久，回想起来都充满了回忆。你怎么看？02
神秘的误导性宣传铺天盖地，成特马中心为何选择王一博？近日 GQ 发布了几张王一博合作电影《无名氏》的剧照和录音，给人一种落寞而犀利的感觉，就像过早投入前线的棋子，隐秘的计，投入黑夜的剑，只为穿透黑夜。王一博背对着镜子，由于镜子的独特性，他似乎没有什么可以依靠的，而他所看向的那群人似乎是相反的，在他身后，他的状态外在自由内紧，在他的眼中，所有的个体都被观察到了调查，被评价，被选中，被记录，可以是他的猎物，也可以是他的工具，这一切都由叶密来决定。在所有推出的剧照中，他大多处于一个非常封闭的环境中，灯光昏暗，没有窗户。但特别有趣的是，一个是他的镜子，似乎在2位女演员的历史之内；一个是在外面门，内门，意思是他隐藏在一个黑暗的地方，但是他有一种强大的吸引力，就像一个海妖的歌声，只要他愿意，他可以将人类误导到他的境界，心甘情愿，任其支配。另一个因素是他在历史里面有个窗口，手上可能有血，这可能是花精的后续，暗示他与一起凶杀案有关，并且发现了隐藏在黑暗中的字，因为他伤害了人类，那么这个角色应该有一些需要删除的东西。坠落的动机以及花梗极为简洁浪漫的武器，是不是暗示了剧情的突然性和宿命性？而身处深境的叶密，从无照来又回到无照，又会是怎样的命运呢？或者是其他东西？一路看剧照，感觉王一博演叶密最厉害。如果我是成儿，我还可以选王一博。只说非公开的情况，叶迷他希望在剧情中被身边的人冷落，通过影片整体表现中的目标市场被记住。所以他希望一个人足够冷静，足够好看。这个角色应该有一个服务于情节的通常观点，特别是电影解释的特长。尤其是这种题材，你要让主角像水晶一样打磨，然后靠近，在水晶里面找到让你眼花缭乱的血迹，这是你需要的神秘和受损的感觉。而单纯的在脸上寻找龙准的剑眉和名人眼就是他的锐利，而他脸上缩小1-2的圆润轻松的纹路，一定程度上会化解这种锐利，主要适合演影视剧中的地下工作人员。他敏锐而脆弱，孤独而有效，将为目标市场提供一个绝妙的创作空间。你会相信，一旦他出鞘，他就如同龙泉战路一样锋利，他在隐身的同时，又像原始矿井一样沉默。这是你可能相信的男人或女人，也是你最需要的。还有一点，王一博个子又高又瘦，手指却很结实。看到他，我就明白为什么以有武侠小说为由，作家那么喜欢把瞳孔握在手中，因为我们需要一个优雅时尚的美人，但又要有能扭转乾坤的实力。虽然这些因素完美地包含在一个角色中，但这是我们需要的最后一种享受。03电影《无名》推出了完整的海报阵容，梁朝伟和王一博评价明显，周迅被夸。近日，某杂志请来电影《无名》的主演，拍摄了10月份的杂志大片。这部大片不仅是对电影全新结构的前所未有的一瞥，还首次介绍了该片的名人阵容，引起了网友们的热议。这部大片有重要的主题，一种是在戏外拍摄的演员大片，另一种是在戏内拍摄的男女场景海报。戏外的大片都是黑白色调，质感极好。其中穿着黑色毛衣的梁朝伟看着，手指放在胸前，眼睛偏向一边，露出满足的笑容。虽然脸上的皱纹已经很明显了，但整个人还是很好的，看起来和他的秘密气氛变得非常坚固。而王一博也算是穿了一件黑色的毛衣和同色的裤子，他一起坐在地板上，身子紧紧地抱在一起，低着头，闭着眼睛，眉头紧锁。他认为自己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中，满的。而在剧中，两个人的感觉绝对出类拔萃。梁朝伟背着一根火柴，站在镜头前的状态，眉头微蹙，目光向前探寻，像是正人君子，单纯的目光探寻，透着一丝隐秘。
另一边，王一博变成了拿着火柴，坐在椅子上，低头寻找自己的手指。他的手指上出现了明显的血迹，这让人类大吃一惊。帽子发生了，两家机构的大片品种绝对是绝无仅有的，这也让人感叹，不愧是演员。除了已经正式介绍的梁朝伟和王一博，这部大片还介绍了电影的名人阵容，除了周迅、黄磊、大鹏、王传君、张婧仪等都是其中。周迅的参与在整体的表现中更是让所有人惊叹。剧中不同的剧照绝对是独一无二的。周迅身穿黑白格子旗袍，一头古色古香的发型，她似乎侧身出现在远处。虽然它是最有效的照片，但也可以看到整个男人或女人的男人或女人，个性十足，故事感十足，整个角色时尚知性，让整部电影的感觉提升不少，让人为周迅在这部电影中的整体表现而守候。此外，黄磊、大鹏、王传君、张婧仪等人还拍摄了符合自己性格的、具有绝对超凡情感的大片单元。通常的照明设备和环境使角色充满神秘色彩。善恶，不看这部电影就很难判断这个角色是一个优秀的角色还是一个可怕的角色。也可能在电影正式上映时得到最有效的认可，这也让人们对这部电影更加熬夜。电影无名主演的大片，你怎么看？不拘泥于在我们下面发表评论并与我们分享您的观点。